大马力、后驱、手动这3个词组合起来，应该是整个车圈键盘界鄙视链的顶端。能驾驭这些车的一定都是真男人。不过呢，现实世界是非常残酷的，你可以去 4S 店去转一转。现在你能买到的后驱手动挡新车，也就只有50宏光 S、东风风光这些微面。那虽然这些微面全国各地都流传着他们的传说，但是呢，50这种微面真的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驾驶50、途牛、斩马这类壮举，还是交给真正的老司机吧。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说回正题，那这些大马力的手动挡，虽然新车现在买不到了，但是的话，二手车还是有很多非常值得玩的车。那既然这期是平民的二手车系列，那学长就给大家推荐几台二手车市场里面能淘到价格便宜、好玩、适合我们广大平民玩家的手动挡后驱车。那一提到手动挡后驱，大家的这个脑海里面浮现的第一台车是哪台车呀？是不是就是丰田的86跟486 BRZ？那这俩车也是目前二手车市场里面车源最多，也是很好玩、很有驾驶乐趣的手动挡后驱小跑车。今年因为整个二手车市场不景气，这俩车的二手车价格也是出现了大跳水。如果你对二手的86 BRZ 感兴趣的话，想考虑入手这俩车，接下来的内容就非常关键了。学长会告诉你这俩车到底有什么通病，二手车应该怎么选。那首先大家要知道，二手的86跟 BRZ 爆改的车是非常多的，那尤其是这个手动挡的版本，那改的轻一点的话，就是刷一个电脑，换一下前后的大包围、轮毂、加装尾翼这些。那还有一些重度改装的86 BRZ， 就突出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什么加涡轮呀、加激增呀、切割翼子板、上大宽体，甚至移植各种发动机的车也是比比皆是。要知道现在能买这俩车的，而且还是手动挡版本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玩家。一般不改的纯素车，我在二手车市场里面很少见到。那市场里面很多看上去很素的车，很多都是爆改后因为要卖车恢复成原厂的。那这些爆改后恢复原厂的车其实非常的好分辨，就看发动机舱一些关键零件，比如说螺丝有没有拧动的痕迹，最主要的就是水箱、进气管路的这些螺丝。如果发现机舱基本上所有的螺丝都动过，那买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了，这台车大概率就是爆改后恢复的原厂。那在这里学长定义的爆改是指的2阶以上的改装，也就是说这台车的发动机周边零部件全部都动过，这种就算是爆改了。那对于这种爆改车，车主说他开这台车就是买菜代步，你信吗？反正我肯定是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爆改过的车发动机的寿命跟状态肯定是比不上原厂车的。如果你在二手车市场里面看到一台爆改的86，车主给你吹嘘它改的有多么的好，换到哪些大牌的改装件，改装一共花了多少钱，现在这台车就按照市场行情卖给你，改装件全部赠送，你可千万不要高兴太早。这种爆改的二手车价格是赶不上原厂的素车的，我非常不建议买这种爆改车。如果说车子只是换了一些外观件，换了进排气，刷了电脑，那这种车只要车况没问题是可以考虑买的。那至于那些大爆改的车，你可以给车主一个大的 respect， 向尽生路。但是要你掏钱买他的车，那还是算了吧。那注意事项说完了以后，再给大家聊一聊86跟 BRZ 的一些通病。那这俩车最大的一个通病就是发动机油里壳缺一个很关键的机油挡板。不过这个在圈子里面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二手的86 BRZ 基本上都后加装过这个。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你在买之前一定要问一下车主后期有没有自己加装过。那如果没有加装这个机油挡板，激烈驾驶的时候机油泵是泵不上机油的，会造成润滑不良、拉缸、拉大小瓦，甚至于爆缸的 FA20是很多的。还有就是驱动机油泵链条的这个齿轮，也就是这个链轮，原厂的强度是不够的，这个也是需要后期去更换强化件来进行升级的。那除了发动机以外，86 BRZ 的手动挡变速箱原厂的强度也不行。那学长建议86 BRZ 买了以后，最多就是改一下进排气，刷一下电脑，做到机头220匹左右就可以了，不要上激增跟涡轮。FA20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潜力，变速箱也不结实，那除非你直接移植全套的动力组成，否则的话还是当一个外观档就可以了。那除了发动机、变速箱以外，你以为就完事儿了吗？这俩车的车架也不结实，很多车友改装了脚牙以后，速度稍微快一点，过一个大坑，能直接把这个塔顶给干开焊了。所以避震建议你也不要动了。总的来看，86跟 BRZ 原厂的状态就是这台车最好的状态了，切记不要瞎改。那如果看到这里你还没有劝退，就说明你对这俩车那真的是真爱。既然这样，那学长就给你点信心，讲一下这两台车的优点。那这俩车是你能买到最便宜也是最好玩的后驱手动挡跑车，车子很轻，而且坐姿也很低，
开起来的整个驾驶氛围就是那种很纯粹的跑车氛围。那这俩车的车重只有1.2吨，开起来非常的灵活，方向盘的转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区位，而且转向的手感很细腻。那配合上这个 FA20的高转自然吸气发动机跟6速手动挡变速箱，我相信只要你开过，一定会对这种感觉上瘾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86 BRZ 的二手车市场行情。那一台15年左右比较速没有爆改的车，现在行情大概在13到15万元这个价格区间。不过呢，网上有很多挂18、9万，甚至于挂20多万的车，你压根就不要理他们。那很多车主都把这俩车当传家宝在卖。那恕我直言，这俩车现在的真实成交行情就是13到15万，这还是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版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便宜个1到2万。那不管你接不接受，现在这个价格就是这俩车的真实行情。除了86 BRZ 以外，大家还可以看一看现代的酷派。那这台车我之前有好几期节目都跟大家提到过很多次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学长以前的视频，今天在这里就不详细跟大家聊了。酷派这台车有 2.0T 跟 3.8 V6 两个发动机，那这俩版本都是有手动挡的，只不过呢车源相对来说要少一点。但一台10年左右的 2.0T 手动挡的酷派，现在的行情也就3到4万元之间。3.8的因为这个车实在是太少了，基本上没有一个标准价，那就看卖家着不着急卖了。基本上这个车就是一车一价。那酷派绝对是一台被严重低估的好车，维修保养很便宜，改装潜力大，而且改装件很多，车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通病。关键的是二手车价格真的是非常便宜。那喜欢跑车，但是呢兜里碎银又不多的兄弟，现代酷派真的是你的首选。那除了这些车以外，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看老的宝马，当年 E 时代跟早期的 F 时代，宝马有很多车都是有手动挡版本的，比如说 E90 跟 F30 的宝马3系，还有 E87 跟 F20 的1系，E84 的 X1 这些车现在的二手车价格都很便宜，基本上几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如果说年份稍微长一点的，比如说10年之前的手动挡3系，现在3万元左右就可以拿下了。不过呢，这里面学长最推荐的是 F30 的3系，也就是 2.0T 的 N20 发动机加手动挡。那相比之前的老宝马发动机，这个 N20 发动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就是一些漏油漏水，还有一些烧机油。那漏油漏水可以通过更换水管跟气门齿盖就可以解决，烧机油的话一般就是气门油封老化了，要不然就是涡轮的增压油管老化导致的。那这些修起来问题都不大。我自己的那台宝马的 E89就是一台 N20 发动机，现在开了8万公里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也不烧机油，也不漏油，也不漏水，质量真的没有键盘侠说的那么差。但是之前早期的 2.0 跟 2.5 的自吸老宝马，我个人建议还是算了吧。那个年代的老宝马真的很多车都年久失修，发动机漏油漏水烧机油非常普遍，而且发动机动不动就会莫名其妙的高温爆各种的故障码。除非你家里面还有其他车，买这个车就当一个玩具，那其实还可以。如果说你就这一台车，我是非常不推荐买的。那这个车真的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是随时可以把你扔路上的那种定时炸弹哦。那既然推荐了 F30，我们再来看一看 F30 手动挡的行情。现在13年左右的 F30 手动挡行情大概在8到10万元这个区间。那这款车二手车市场里面其实车源还是比较多的，除了 F30 以外，还有2台车也是 N20 配手动挡，一个就是 E84 的宝马 X1， 还有一个就是 F20 的宝马1系。不过呢，这俩车的车源很少，如果说能碰到的话，你记得赶紧把它秒杀了吧。对了，在这里还有一台键盘值非常爆炸的 JDM 神车，大家猜到是什么车了吗？没错，就是搭载末代转子发动机的马自达的 RX-8。那关于转子引擎，网上的传说非常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学长以后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那这台 RX-8搭载了一台双转子发动机，1.3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就有231匹的马力，红线转速9000转。如果说你刷一个1节解限速以后，可以做到250匹的马力，极限的转速轻松破万转。那配合上前后50:50的车重，还有6速的手动挡变速箱，前置后驱，绝对是键盘界15人的顶端。那开这台车出去，如果说你参加一个车友聚会，你绝对是全场的焦点，就连牛马伦都要当你的绿叶。如果你听到这里瞬间就对这台 RX-8心动的话，听学长一句劝，这台车真的还是算了吧。除非你买它就是为了收藏，那另说。如果说你买它是为了代步，你会发现，自从有了这台 RX-8以后，你的钱包是日渐消瘦。而且呢，你发现你对女人慢慢的就不感兴趣了，满脑子都是机修跟改装。
那除了学长推荐的这些车以外，你还知道有哪些便宜好玩的后驱手动挡？可以在评论区给兄弟们分享一下。那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一键3连支持一波哦！真的连续爆肝非常的辛苦，拜托了各位兄弟们。那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